27年前，面对美军的电子战技术，我国只能被动挨打。那么27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电子战水平具体怎么样了呢？我们把时光拨回到27年前，当时的我军由于技术装备的差距，在与美国进行电子战当中，只能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当时的我国沿海防空雷达屏幕上前后3天显示周边有200架及700架飞机信号，这在非战争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随后我国空军派出战机，才发现了这是美军徘徊者电子战机在进行电子干扰压制，可见当时我军的电子战能力和美军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中美间第一次电磁对抗，当然我们完全落于下风，甚至毫无还手之力。但是在27年后，随着这些年来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电子作战领域，我们已经能够实现与世界上先进的电子力量进行对抗。可以说，在过去的20年时间中，美军对于电子频谱的控制能力正在逐渐的下降。要说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应该是美军现在这些年一直专注于治安战，所面对的敌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电子战能力，这也导致美军本身电子战能力的下降，甚至此前就有美军在本国演习中遭遇电子战攻击之后一片混乱的情况发生。但与此同时，在这20多年的时光中，中国却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的电子频谱对抗实力，这一涨一落，现在中国的实力也已经基本上能够实现与美国分庭抗礼。一说电子战，很多人都觉得高大上，但其实概念很简单，无非就是让敌人无法抓到自己的信号，更无法切入自己的频谱，而自己能抓到敌人的信号，更能切入敌人的频谱内。中国的电磁频谱作战样式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提升与改变。比如说零功率电磁频谱作战，指的是在电磁频谱领域内利用无源传感器、设备、器材等手段，针对敌目标开展的侦收、干扰、削弱或破坏其正常使用的一系列电磁对抗措施及其行动，主要包括零功率电磁频谱感知、零功率电磁频谱防御和零功率电磁频谱进攻。零功率电磁频谱感知主要指的是利用无源传感器接收目标系统主动向外辐射电磁波或发射其他辐射源电磁波的一种作战样式，其目的是通过接收处理敌目标辐射或反射电磁信息，识别定位敌目标，并提取其目标特征参数信息。其主要实现方式有利用单机或多机无源传感器感知电磁目标，和利用外辐射辅助无源传感器感知非电磁目标等。在电子战作战装备的发展上，我国也逐步开始向着海陆空天多维化发展。目前来说，中国选在最成功的电子对抗战机，分别是以运8和运9作为平台改进而来的电子战飞机。高新系列最大的优点就是本身平台空间较大，机内空间相对来说也比较充足，所以不仅可以在其中安放各种电子侦搜设备和电子对抗设备，其本身的滞空时间和作战航程、作战半径也都比较大，适合执行长时间的空中电磁对抗任务。但是高新系列的飞行速度较慢，本身也没有相应的武装能力，在非战时状态下用一用还好，如果是在战时情况下，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就很难飞到一线执行电磁对抗任务了。所以这些年中国也在发展专用的强攻型电子战机，比如说运8改装的电子战飞机。运8电子干扰机是我国在运8平台上研制的一型专用电子干扰机，其机身前部、中部与机尾分别有多组不同性能的天线。专用电子干扰机是一类经典的空中电子战平台，美国空军的 EF-111 乌鸦、EC-130H 罗盘呼叫，海军的 EA-6B 徘徊者都属于这类机型。它们可以通过干扰手段扰乱甚至是中断敌方通信，
迷惑致盲敌方武器装备的探测手段，从而掩护己方顺利安全地展开作战行动。现在我国周边多个国家与地区均装备有专用电子干扰机，而围绕着电磁空间的对抗始终都在激烈进行。不仅如此，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将电子作战系统小型化，不单单是运8、运9这种平台改装而来的电子支援飞机，各种战斗机也可以选择加挂电子支援吊舱，执行相应的作战任务。可以说，目前我国的电子作战力量已经与27年前是今非昔比了。